的品牌架构中的定位是面向中高端的主流市场，锚定全球年轻态。我们要加速全球化的布局，成为中国长安全球出海的重要引擎。借今天这个机会啊，我想向现场和屏幕前的我们用户朋友、媒体朋友们汇报一下深蓝最近的一些发展情况。首先，我们来看看深蓝品牌的市场表现啊。截至10月底，深蓝品牌的全球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65万台。当然，比起我们即将超过3000万台的我们的长安，以及我们正在做3000万台的17大众，我想我们的速率还比较小。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深蓝全球的大单品也逐渐形成。深蓝 S07 我们的单月销量已稳定的超过了1万辆，单车型已完成30万辆下线，已出海到了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而深蓝 S05 在过去的9月已经成为了紧凑型纯电 SUV 的销量冠军。这个市场有很多高水平的我们的友商的车型啊，能够获得这个成绩非常不易，主流新能源品牌的第2名。这意味着深蓝的品牌口碑获得了市场和用户的广泛的认可。那么作为一个理科生啊，我们一直说深蓝是个理科生，深蓝在技术上也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尤其是近期我们的金钟罩电池的核心技术获得了国家和行业的很多认可。10月13号，深蓝凭借微核高频脉冲加热技术，正式获得了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第25届中国知识产权发明专利的金奖。我本人也获得了这一枚沉甸甸的奖章啊！这项技术打破了电车不过山海关的行业的魔咒，让深蓝在山海关以北的地区的销量提升了20%，为上10万的深蓝的在北方的用户提供了我们的低温充电的解决方案。深蓝高安全、长寿命的乘用车数字电池集成技术，荣获了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全球新能源汽车创新技术奖。面向大规模产业化的动力电池研发和制造关键技术，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2等奖。依托于这些核心技术，深蓝的金钟罩电池实现了不起火、不爆炸、60万公里衰减无感知，以有效保障全球65万名用户的安全和品质的出行。除了在电动化领域取得的不错的成绩，深蓝也加入了品牌强国工程，成为 CCTV 央企智能出行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将在智能出行的领域持续的深耕，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产品体验。今年深蓝的产业圈也在快速的扩展。深蓝汽车南京数字工厂已于今年9月正式挂牌，这是国家评定的国家级5G 智慧工厂，具有顶级品质、极致的高效、近零碳排3大特征，同时也成为了深蓝打造领先品质的产品并远销全球市场的基石。此外，深蓝与长安、宁德共同成立的10代长安动力电池工厂扩能项目即将正式投产。深蓝与4大半岛的合资公司安达半导体有限公司也开始投产。深蓝的产业版图覆盖智能制造、半导体、电池、电驱等核心领域，未来还将不断的扩大。年轻就去深蓝，这不是一句口号。深蓝呢，确实是一个年轻的品牌，我们积极融入年轻态用户的爱好，与他们玩在一起，赢在一路。我们的数据显示啊，深蓝的用户有37%是王者荣耀的深度玩家。我不知道在场
和屏幕前我们有没有王者荣耀的深度玩家。所以今年我们策划了王者荣耀争霸赛，并开启了宠粉行动和 KPL 联合直通鸟巢年度总决赛的现场，期待和大家在王者峡谷加满深蓝的 buff。还有今年非常火热的苏超，由深蓝冠名支持的泰州队已经挺进了总决赛。总决赛将于11月1号，也就是后天的7点35分，在南京奥体中心进行。深蓝将与泰州队并肩冲刺夺冠，也欢迎大家关注。当然，今年我们还在全国30城开展了用户共创的恳谈会，倾听用户的真实的声音。很多用户针对深蓝的产品、技术、服务、品牌，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一些建议。我们一共采纳了400多条，并且都在逐一的落地当中。在这儿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因为刚刚我讲到了王者荣耀，我们有很多人都是王者荣耀的重度的爱好者。我想今天现场和屏幕前也有很多王者荣耀的重度爱好者。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王者荣耀 KPL 鸟巢总决赛10张门票，这个很难得的。不过决赛在即，因为没有多少时间了，那么时间非常紧张，所以今天晚上11点之前主办方就要求我们要确定人员的名单。那么我们怎么确定这个人员名单呢？我们做了一些讨论我们想今天晚上 L06 下定通道开启后，通过我们深蓝汽车官方渠道下定的前10名用户，我们将自动为每人送出一张总决赛的门票。我们今晚就会有专人给获得门票的朋友们联系，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门票很感兴趣的话，请大家一定要盯住手机，下定通道开启之后马上下定，好不好？好，今天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权益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对吧？特别是王者荣耀的重度爱好者，大家可以关注，待会儿赶紧来抢。这个不管大家最后锁不锁单都没问题，只要是前10名下定的。所以如果有王者荣耀的重度爱好者，您的朋友是赶紧跟朋友联系，待会儿守在手机前抢订单，抢到了那我们的门票就送给你。当然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也想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深蓝家族的成员们。首先是深蓝 S09， 全家人的幸福生活空间。S09 上市之后我在全国各大城市接待了很多用户，他们都对 S09 好评如潮。其中有即将步入婚姻的年轻人，也有已婚有孩的超人的父母，还有追求品质的露营达人。他们都对深蓝 S09 的大空间、智能化、安全性、动力、操控性赞不绝口，是一款全家人都喜欢的 SUV。深蓝 S09 超长续航超充版已经于9月上旬正式上市，欢迎用户朋友们到店品鉴和体验。深蓝 G318 是一款专为复杂路况设计的科技新硬派 SUV， 是一款兼顾城市出行和户外需求的硬派 SUV， 帮助用户实现哪儿都能去，去哪儿都舒适，到哪儿都成片的自由梦想。过去的几个月，我们组织了 G318 的车主们做了2场 G318 长途穿越活动，2场炉调比赛，2场音乐节，4场户外3D 电影展，3场追风活动，58场用户户外的探险活动。我们做到了周周有活动。当然在这其中，我们也结识了很多新的深蓝的朋友们。未来 G318 将带领更多用户走入户外，爱上户外。那全新的深蓝 S07 定位为科技智能中型 SUV， 作为深蓝汽车海纳百川的全球大单品，赢得了全球近30万用户的选择。最近这款产品刚刚完成30万辆的下线，荣获了都灵汽车最佳外观设计奖
和2025年 GD Power 新车质量研究和产品魅力指数研究双料冠军，并且具备中国、欧洲、澳大利亚3重5星安全认证的硬核实力。提到深蓝 S07 的硬核安全品质，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是咱一个泰国车主的真实故事。今年7月，我们一个泰国的 S07 的车主在雨天呢被失控的皮卡追尾了，非常严重。危急的时刻，车辆的自动驻车系统稳住了车身，7重7横高强度车体有效吸收了碰撞的能量。尽管撞击很严重，但车主毫发无伤，连轻微的擦伤都没有。这个是不是跟我们上一次的那个50吨煤车压到深蓝 S09， 我们3名车主和乘客安然无恙是一样的？那么这个车主在事后再次的选择了深蓝，安全就是最大的豪华。这个案例让我们更加的坚信，安全才是深蓝对用户最深层也是最硬核的承诺。那深蓝 S05 是15万级的 SUV 的标杆，它刚刚登顶了9月我们中国的纯电紧凑型 SUV 的销量冠军，应该说是打败了一众大神。那前不久，我们的一对中欧的夫妻车主 S05 的，在德国慕尼黑的车展上购入了深蓝 S05。大家知道我们刚刚在欧洲上市，2个人自驾超过了32天，跨越了德国、格鲁吉亚、土耳其、俄罗斯等10个国家，超过12000公里回国，全程呢那是零维修、零故障，顺利克服了沙漠、戈壁、坑洼、搓衣板等各种各样的复杂场景与路况，抵达北京看升旗。一路上，这台车啊和这一对年轻的夫妻获得了全球多国友人的祝福和帮助。我非常佩服这对极具勇气的深蓝年轻的车主。深蓝 L07 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智能，重新定义了15万级智能轿车的价值天花板。这款兼具智能和美学的轿车，同时也是我们轿车市场的销量担当。它是2025年增程轿车品类的销量冠军。我们有一位浙江的用户啊，提车以来 AEB 系统已经至少帮助他避免了2起事故。第一起是去年，当时天下着雨，路况昏暗，起步的时候一辆电动车突然窜出，幸好 AEB 及时刹停，避免了碰撞的危险。我们的客户啊就对我们的产品进行了表扬。结果今年又遇到一次，7月的时候中午着急赶回公司，然后呢就开得比较快，正好是在一个弯道上，他没有注意到前车的驾驶员突然并入他的车道，非常近。如果不是 AEB 的话，可能就是一次比较高速的碰撞。幸好 AEB 系统及时施加紧急制动，再次避免了一起事故。所以深蓝 L07 在我们这个用户的口中是当之无愧的华为乾坤安全护航员。那介绍了我们现在的产品，我们再来重点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 L06。我想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过去3年了，我们在和很多年轻用户的交流时，我发现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无比的向往驾取，无比的热爱自由，他们非常追求每一次过弯时手心微微冒汗的那种刺激感。这些人的需求其实好像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我们决定为这群热爱驾取的年轻人送上这份专属的礼物，它就是深蓝 L06。这台车到底有什么魅力？我们先看一段视频。
怎么样？这台车是不是很酷？看完了这段视频啊，相信大家对深蓝 L06已经有了初步的感受。那我身边这一台深蓝 L06到底是一台什么样的车呢？其实，在打造这台车的过程中啊，我们就发现年轻人的 Dream Car 其实很直接，也很纯粹。它要有极致的驾控、极致的智能和极致的座舱。所以我们在打造深蓝 L06的时候，我们针对于大家的需求就定了3个小目标：它要有法拉利般的底盘的驾趣，特斯拉般的辅助的驾驶，苹果般丝滑的座舱的体验。这是一个极其行业天花板的目标啊，看似极其离谱，但在深蓝看来却是十分的靠谱。因为正是这些行业的上限集合起来，才是一台年轻人的 Dream Car 该有的样子。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这些上限的体验，其实也是科技深蓝先达未来的使命。这个过程啊，回头想想，其实真的挺难挺苦，但是最终实现了，也真的挺酷。我们也真心的希望这台为年轻人造的车，也能带着大家去做一些很酷的事情。刚刚我提到啊，一台 Dream Car 需要有法拉利般极致的驾控乐趣。确实啊，这是一道从法拉利工厂诞生出来的红色的闪电，代表着地表最强的驾控。很多人年轻都跟我说，这一辆红色的法拉利就是他的梦中情车。那关注法拉利的朋友都知道啊，它的操控确实很极致，但是价格也很极致。那我们就在想了，难道这种极致操控的乐趣只能是100万级超跑的专属吗？那我们觉得当然不是。深蓝要做的是满足年轻人对于地表最强驾趣的向往，是不是？我们深入研究发现啊，法拉利的顶级驾控其实和一个叫磁流变的黑科技密切相关。于是我们就找到了法拉利的合作伙伴，提出深蓝要把这个黑科技带到我们的深蓝用户当中来。过程呢当然很坎坷，合作伙伴告诉我们这个产品其实很贵，我们内部也产生了激烈的讨论，因为它要付出的成本代价和技术难度实在太大，是否值得？但是在我们看来，最后的结果是必须值得。为了实现真正超跑级的驾控的质感，这一次我们算是拼了。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很美好的。L06 这台车搭载了300万法拉利296 GTB 同款的磁流变悬架，这也是中国品牌第一个量产搭载磁流变悬架的车型。我们就是要让年轻人提前实现超跑梦，是不是非常的酷？在开发磁流变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做了很深入的对比研究和试验验证。我们发现了一台车跑得快其实一点都不难，跑得稳也不难，但是跑得又快又稳，那可是真的很难。而磁流变的超能力就是又快又稳。搭载法拉利同款磁流变悬架的深蓝 L06 驾控表现到底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啊，特斯拉 Model 3的操控非常好，美系车对吧？美系的传统操控非常好，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所以啊，我们的团队啊是带着学习的态度，试着和特斯拉 Model 3呢比了一比。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啊。通过这个对比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啊，在飞坡过坎儿的时候，即便是9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深蓝 L06 啊都能稳稳的落地，没有明显的弹跳，底盘的俯仰幅度非常小，车体的动作收敛非常快，车身被稳稳拉住。大家对比看一看，明不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个，遇到这种连续起伏的这种波浪路，这种更是对悬架的终极考验。
同样，我们也来做了一个对比啊。我们在75公里的时速，在这种连续大起伏路面上，这个起伏非常大呀，可能是在正常的路面还是很少遇到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在接连不断的冲击下，更能展现磁流变悬架的快速调节的这个能力。在时速75公里每小时情况下，深蓝206通过连续起伏的路面，车身姿态特别稳，不甩动，不失控，让人充满了安全感。大家看动作明不明显差异除了飞坡和波浪路，我们再来看看高速紧急变道时磁流变悬架的能力。因为大家在高速上难免遇到突发情况，需要紧急变道。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这个深蓝 L06 的磁流变悬架在变道的过程中，稳稳地支撑住了车身，侧倾明显更小，干净利落的迅速回正。这种对车身动态的精准的掌控，让每一次转向都精准线性，实现了真正的人车合一，给你牢牢的驾控的信心。大家看这整个的这个侧倾的这个角度，明显是不一样的。谢谢。刚刚大家提到了，都是开得有信心，开得有激情。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城区有一些日常非常常规的驾驶，比如说拥堵跟车，这个磁流变悬架还灵不灵呢？它其实依然很灵，效果非常显著。我们来看一个对比啊，大家看左边我们的 L06，同样的开法，右边是一个行业优秀的水平，在频繁的启停过程中。L06 车身前后俯仰的幅度很小，实话说这个对比对我们挂在车体里这个玩偶的演员稍微有点残忍，但是大家看了这个对比就知道了，以后大家可以放心了，即使遇到早晚高峰，只要开上 L06 都能超稳不晕，是不是？就是这辆又快又稳的深蓝206，江湖人称公路磁悬浮。但可能大家会好奇，磁流变悬架为什么这么强？那行业公认一个好的悬架要具备2个特点：一，响应得快；二，软硬调节范围宽，而且得无极可调。磁流变悬架在这2方面表现都非常的出色，而且相比于 CDC 悬架来说，应该来说是领先非常明显。那有些人说你是不是夸张了？我们来做做对比啊。我们就拿磁流变悬架和我们现在非常先进的 CDC 悬架来做个对比。首先来看响应速度 ，CDC 悬架在调节的时候要通过电流控制阀门，再调节液压油，它是有一定延时的，但1秒钟能调多少次？50到100次。而磁流变悬架直接通过电流调节磁场，进而改变内部我们的黑科技的液体的物理状态，几乎0延迟。那它1秒能调多少次？1000次。所以磁流变悬架是 CDC 悬架响应速度的10到20倍。那第二个，那就是磁流变悬架的软硬调节范围更广，可以达到100到3000牛，是传统 CDC 悬架100到500牛的6倍以上。举个例子，CDC 就像水，而磁流变悬架平时像水，需要时可以瞬间凝结成冰，而且在水和冰的状态中可以做到连续瞬间的调节，就像是在柔软的这种水床和小龙女的冰榻之间自由的换行，应对复杂的驾驶路况得心应手。那为什么磁流变可以做到这么快的调节速度和这么广的调节范围呢？这主要源于一个黑科技，就是磁流变液。这个液体原来一般用在军事装备、航空航天等等高精尖的领域，甚至一度对中国是技术封锁的。那么这种液体很神奇，因为它是在我们的一个磁流变液里面有一些特殊的铁粉。它神奇在什么地方在磁场改变的情况下，可以做到水和冰2种状态的水湿的切换。大家看我们这个视频这其实是液体。但是加上磁场的时候，它被立起来了，它变成了固体一样的东西。
而且这个液体还能适应零下40度到零上105度的各种极端的环境。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我是东北人，我买了 A206， 未来这个磁流变液会不会结冰？零下40度以下都能正常的使用。有朋友也可能会担心了，这种法拉利同款的高精尖技术会不会增加维修保养成本？这一点请大家放心，我还是先讲讲这个 CDC 悬架啊。CDC 悬架其实很多人是担心它的可靠性的，核心是因为它里面有个机械阀体，它更容易磨损。而磁流变悬架直接从源头解决问题，用电流控制磁场，磁场改变磁流变液的形态，无机械接触，就不存在运动磨损了。所以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得到了大大的提升。这种可靠性在实际的应用中得到了权威的证实。前段时间火出圈的国之重器航母，它的舰载机用的就是磁流变的技术，而法拉利、兰博基尼等等顶级豪车历史累计的装载量也已经达到了300万台。所以啊，大家可以放心开、静心开，我们磁流变悬架可靠性更高。那其实磁流变的研发过程可不是一帆风顺的啊，我们讲起来还是很轻松、很牛。那么引入过程中，我们引到了很棘手的问题，因为磁流变悬架它的整个的调节力的范围特别大，它会产生超级强大的反作用力给我们的车体，这是传统车身难以承受的。怎么办呢？深蓝为此专门筑巢引凤，在车底设计上抠脑筋下功夫。我们将特斯拉首创的一体式大压铸技术搭载上车，为此我们专门斥资超10亿元打造了专属的压铸车间，把80多个散件一次性集成为2个压铸铝合金的件，车身的流转刚度提升了35%。为了满足大家对极致驾控的追求，仅一体式大压铸这2个件啊，因为我们现在铝的成本很高，比钢的成本高得多，我们单车成本就增加了2000块钱。那此外，我们采用了同级唯一的 C2V 电池车身集成技术，将车身的地板和电池包的结构件强联合，实现电池更安全、整车更坚固、操控性更强大等多重的优化，将车身刚度又提升了7个百分点。同时啊，我们和友商的方案相比啊，我们的后期保养成本和维修成本得到了有效控制，和传统的电池技术是相当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像跟 C2B 电池技术相比，因为大家觉得 C2B 电池的维修成本高，我们这个电池维修成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我们还采用了特斯拉 Cybertruck 同款的工艺，一体式热成型双门环。什么意思呢？大家看我们屏幕上右边的这个 L06 的整个侧围内整个是一个劲儿，我们用了一体式热成型的双门环的工艺，而我们传统的我们的侧围是由多个零部件拼焊而成的，而传统的工艺意味着会影响我们的焊接的精度和整车的刚度，反映在驾控上体现在激烈过弯时，车身响应会慢半拍，就感觉车身是甩过去的，不是一带而过。我们为L06搭载的一体式热成型双门环，帮助整车刚度再提升了5%。它像是完整的一个金箍啊，将驾驶舱牢牢地护在中央，就是我们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嘛。即使漂移过弯这种极限场景，我们同样能感受到车头指向和车尾跟随浑然一体，稳得住跟得上，而且我们的侧碰撞的安全性得到了明显的加强。搭载了磁流变悬架和高强度的车身已经很极致了，但还不够。为了让 L06 的极致驾控体现出来，我们还为它准备了后驱的专用平台。深蓝为了提升我们用户的操控体验，一直坚持全系后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台车都是以后驱为基因的，后驱或者四驱。这一次，我们 L06 依然基于后驱专用平台打造，转向更准，加速更快，这是在油车时代一般极少数豪华车才使用的后驱，我们深蓝把它标配了，当然 L06 更是得标配。我们还为 L06 装上了随速多档可调的尾翼，
时速超过90公里会自动升起，超过120公里进入高下压力模式，最大提供260牛的下压力，相当于在车尾放了一个26公斤的配重，增加抓地力，操控性会更稳。当然，好的硬件只是基础。我们常说3分靠硬件，7分靠调校。我们联合了法拉利相同的底盘调校团队，进行了数10万公里里程、数千种路况的严苛的测试，就为了让大家可以玩得尽兴，开得够爽。我们这个团队很大，今天我专门把几位长期和我们深度协同的同事展示到屏幕上，感谢这个顶尖团队的辛苦工作，让我们的消费者可以体会到上百万的超跑的我们的驾驭体验。当然，有了这么多东西，总要给大家一点成绩来证明自己吧。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硬核的测试，国际公认最能体现车身安全性和操控稳定性的测试是麋鹿测试。我们请国家级权威检测机构中汽中心严格按照 ISO 3888-2国际标准进行了规范的测试。在这个测试中，曾经霸榜的都是豪华品牌，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这个榜单里，这一次 L206 的成绩是多少？85.6公里每小时，稳稳的是排行榜第1名，超过了保时捷911。感谢大家的认可啊！一不小心，深蓝这一次成了一个新的榜1大哥。但这个榜1非常牛啊，是实力的象征啊。所以深蓝 L06 量产搭载16变悬架的国产第一车，就是新一代的驾控之王。谢谢大家啊！我们希望每一个拥有深蓝 L06 的年轻人，在与生活对线时，也能拥有飞越坎坷的勇气。希望深蓝 L06 能给你们奔赴山海的信心。愿你们和他一样，磁流所至，皆成坦途。希望年轻的朋友们都能开着深蓝 L06 去山里，去大自然，感受速度激情，享受自然时刻。我们再一起来看一段视频，一起去憧憬和 L06 在一起的美好的瞬间。车是脚的延伸，山路让乐趣升华，超跑的灵魂，此刻梦想成真。这是我们的一位媒体人啊，我们这位媒体人非常喜欢跑山，他开了深蓝 L06 之后非常喜欢，自己把 L06 开去山里拍的，我觉得拍得很好，所以分享给大家。满足了极致的驾控，我们距离 Dreamcar 近了一步，但我们没有停下脚步啊！年轻人想要的极致的智能，我们也要满足。这台车不仅是公路磁悬浮，还要是智驾老司机。为此 ，L06 搭载了真正的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L06 采用的是特斯拉 FSD 同类的一段式端到端算法，绝对的是行业顶流啊！什么叫真正的一段式端到端呢？简单的说啊，传统的分段式算法像是背答案，虽然也能执行指令操作，但难免会生记硬背，不懂变通。而我们的一段式端到端像是懂思考，能够像人一样感知、决策、执行，一气呵成。它的优势很明显，
无需强依赖中间参考项，减少了信息处理的中间环节，所以它的反应更快，处理更流畅，更像一个老司机。特斯拉在驾驶辅助领域很强，我们必须得承认，而且我们也一直在学习。但深蓝 L06 做到了比特斯拉还要更懂中国的早晚高峰，更懂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重庆的立交。这个背后我们可是下了功夫的啊！因为深蓝觉得中国车必须更懂中国路。为什么能做到啊？在同原理算法的基础上，我们比特斯拉拥有更多的中国道路场景训练数据以及行驶数据。我们特别选取了北京、重庆、上海等等中国道路交通最为复杂的城市，采集了其中3万个以上的数据场景集。如果说特斯拉是一个外地游客，而我们就是一个本地老司机，大家说外地游客带路和本地老司机带路，你选哪一个？是吧？为了实现真正的类人的体验，我们在模型训练上也花了血本的。其他大模型方案训练片段一般是15到30秒，而深蓝 L06 直接将这个标准提升到了45秒以上。这意味着我们的成本会远超别人，但换来的是面对复杂路况时更丝滑、更类人的，也更安全的体验。在算法看齐的基础上，我们还拥有更多中国训练场景数据的基础上，但是还不够。我们还为深蓝 L06 配置了更多保障安全冗余的硬件，因为我们觉得算法决定了能力的上限，而硬件支撑着能力的下限。我们就是让深蓝 L06 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上线下线得双双在线。所以友商高配车型才可搭载的激光雷达，深蓝 L06 全系标配。可以看一下我们和特斯拉 Model 3的对比啊。我们比特斯拉 Model 3多了1颗激光雷达，我们还额外多了3个摄像头、3个毫米波雷达和12颗超声波雷达。所以说，仅仅是传感器，我们就多了19颗。深蓝 L06 搭载了我们整个带来了全车环绕式的立体感知，安全感爆棚。此外，深蓝 L06 还搭载了2颗地平线 Go6M 的芯片，运算处理能力也非常强大，为一段式端到端算法保驾护航。深蓝的目标，谢谢啊，就是要让顶尖的智能驾驶走进每一位用户的实际生活，解决日常出行的实际痛点。这就是深蓝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Deepo AD Max 在今天这个场合正式全球首发。大家知道我们深蓝有 Deepo AD Pro， 它主要是高速领航，而我们 Deepo AD Max 有高速领航、城市领航更多的功能。在这里还要特别介绍一个很有意思的新功能啊，这是行业首次量产的。比如说大家周末想去找个地方放空，但没想好去哪儿，对吧？这个时候您可以打开深蓝 L06 的城市自主漫游功能，不用纠结目的地了，它会带你来一场 City Drive。 在中国，这是城市自主漫游功能首次量产，欢迎大家多多体验，就是不导航自主带你在城市里漫游。当然安全是一切的底线，这也是深蓝造车的底线和基石。深蓝 L06 全系标配了30多项主动安全的功能，构建了权威的安全防护。顶尖的算法和顶尖的硬件结合，带来了全方位体验的提升。高峰时间段，我们 L06 智能辅助驾驶的通行车速平均车速啊，超过了高德地图平均车速的10%。大家知道高德地图是我们后台我们的这些用高德的用户的平均速度，说明了我们 L06 智能辅助驾驶比人开更高效。同时，我们 L06 的系统时延是小于160毫秒的，而人类的反应时延是200毫秒，我们比人的反应快20%，所以能够预判潜在的风险，提前进行规避动作，更安全。当然，点刹、重刹或者方向盘画龙的频次，我们也比其他算法节省90%以上，更丝滑。所以 L06 的智能辅助驾驶拥有效率高、
安全强、更丝滑的3大特点。在实际使用道路当中，大家的感受会非常明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媒体老师在试驾过程中的真实记录啊！大家注意，这是媒体老师的完全的情绪的表达，所以他的语言是非常的就是口语化的。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啊，我们媒体老师在遇到连续变道的场景 ，A206 有什么样的体验？我们请看视频。前面准备右转，并车道，并一条，再并一条，连续并2条，第3条直接并到第3条，还是不对，还得再并一次才行，再并一次，第4条车道右转。大家可以看到 A206 这是一个在连续的变道的这个操作，非常的果断，丝毫不拖泥带水，效率很高。跟大家说这个挺简单的，没事，我们再来看第2个，更安全。我们来看一段提前预判风险的场景，我们请看视频。我这有点复杂，这个地方，这个车前面这个车要，你在干什么？我的妈呀，走啊！你发现这个车它被前面这车别的并了1条车道，但是并了半条，它不是1条，但是它没有一脚踩死，这个处理还是挺不错的。好，这是我们媒体试驾时候遇到的，面对紧急的情况的时候 ，A206 的响应和反馈都来得非常及时，第一时间预判风险，并执行自动降速动作。而且特别要跟大家讲的是，在这个场景下，它是没有用一脚刹死的那种老刹车，它避免了不适和追尾的风险，安全性得到了有效的提升，更舒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更丝滑、极其复杂的环境道路下，在交通参与者众多的闹市，我们来看看深蓝 A206 的表现又怎么样？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乱成一锅粥了，这个车要在路中间掉头啊！好，这车一走，我马上就开始动，准备左转。天哪，左转这可不好转，前面有一个人，行人他挡在我们前面。然后同时我左边还一直是有右转车辆，我过来了。哎呦，太极限了，太极限！走了！哎呦，过来了，我天！哎呀，我的天哪，这里边也太难了！哇，这副驾驶表现可以啊，这么难的路他也能开，反正是。大家看啊，刚刚这个是很复杂的，有些可能新手司机都不敢开的，对吧？所以说他就说这个表现可以啊，应该来说，大家觉得是不是非常的惊艳？他像老司机一样丝滑地完成了减速、避让、绕行等等连续且复杂的操作。我天天开它上下班，我家住在非常的拥堵的地方。我昨天晚上10点过回家，我们那条路上全是重庆最出名的小学、中学、大学。晚上10点过，正是我们中学生回家的时候。我的天哪，那人多车多，这台车在那里面的处理非常好。大家可以看我昨天晚上忍不住发的那支微博啊，这就是 DeepOAD Max 真正自驾老司机一半的体验。当然，如此亮眼的成绩来源于我们背后这支顶尖的团队，在深蓝、长安、地平线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将所有的智慧和经验都沉淀到了深蓝 A206 上。这支核心团队的成员，我跟大家分享，正是国内最早一批投身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我今天放了一些出来啊，当然这背后的专家远远不止这些，因为我们有些专家不喜欢抛头露面，所以说别把我放上去了。我们简单的放了几个，可以说深蓝 A206 拥有的是中国 AI 的最强大脑，是自驾的顶级天团。感谢各位专家。其实在我们这一群人最开始聚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非常一致，那就是要全面对标世界顶级的驾驶辅助的水平。现在只是起点，未来我们的功能还会持续进化。深蓝的 DeepOAD Max 一定是辅助驾驶领域的行业黑马。给大家汇报了自驾的进展，我们离大家的梦中情车又近了一步，但是还不够。我们再来聊聊座舱。这几年我们时不时在网上看到一些吐槽啊，为什么车机越用越卡？为什么导航总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为什么才买不久就被说过时了？深蓝认为，智能化时代的座舱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在深蓝 L06这台车上，我们决定从根源上对这些问题做个小小的了断。其实啊，一卡顿一过时的问题，根源就是芯片。所以我们的解决办法非常直接。我们的团队告诉我说，目前行业主流的芯片就是5纳米，5纳米是领先的，有的用4纳米就是领先市场一代的方案了。建议啊，我们也用4纳米，但我觉得这还不够。既然要用，我们就用最好的。所以我说，来直接上3纳米，这才是年轻人想要的极致的智能。深蓝 L06是100万内唯一搭载3纳米车规级座舱芯片的车型。这款天玑 S1 Ultra 让我们在性能上领先了行业3到5年。现在的苹果 iPhone 17 3纳米，而我们的车机里面现在还没有3纳米。我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我们现在直接用的是最新款的 iPhone 17，而我们的行业还在用 iPhone 12。这就是我的比喻。那么它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呢？前几天安兔兔公布了车机跑分榜，深蓝 L06的安兔兔车机跑分成绩是1637481分，位列榜单第一，超过我们的车机的第2名33%，是不是代际领先？落实到体验上，就是4个字：极致丝滑。让车机像苹果手机一样丝滑流转，彻底告别卡顿和等待。其实啊，自从我们官宣3纳米座舱芯片以来，很多朋友都在问：3纳米听起来厉害，但对我有什么用呢？除了丝滑还有什么？这一切源于我们想彻底解决用户在导航过程中那些令人头疼的时刻。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在复杂路口有过怕走错路的经历？生怕开错一个路口就要绕行几公里。当开到不熟悉的路段，前方车道突然收窄，传统导航无法提前告知，也会让人措手不及。大家在导航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不对？那基于3纳米芯片强大的算力支撑，以及 DeepAD Max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强大的环境感知能力和路径规划能力，我们开发出了行业首发的视图融合实景车道级导航。什么意思啊？它把我们的基础导航，就是大家看到的那种线路，车道级的导航，我们的 SR 的渲染，就是我们的场景重构，以及环境的重构融合为一，让你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的图像，就是我们的这种就是实景的叫重构。这就是一个完美建模的真实的世界。那当你自己开车的时候，它能让你更省心。车道级全覆盖，什么时候下道，提前选择哪一条道，指向非常精准，一目了然。像重庆这种一个环道里有4、5个出口、6、7个出口，大家也不用走错了，因为它会指到每一条路，所以再复杂的路也不会走错。当你开启智能驾驶辅助时，和友商的方案相比深蓝 L06可以在一个屏幕里同时展示全部的导航信息和智能驾驶辅助的信息，帮助你时刻掌握驾驶辅助的行车意图和轨迹，让你觉得更加的安心。不只是功能强大，在趣味交付上我们也花了不少心思比如开车难免遇到路的时刻，但我们可以用更巧妙的方式来化解怒气。遇到前方慢车挡路，把它变成一只小乌龟，或者扔点水果炮轰一下前车解气，化解路不伤身，对吧？是不是很有趣？有时候遇到长长的隧道，灯光昏暗又路途漫漫，我们的舱机可以跟隧道来个变装秀，来一场沉浸式的穿越。比如说现在是海底隧道，对吧？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传统的隧道，我们这是时空隧道，对吧？这是海底隧道，对吧？是不是更有趣了？我们可以隧道变各种形。深蓝的工程师们还很有巧思，专门为一些名胜古迹也单独做了建模，比如说北京的鸟巢、重庆的磁器口、西安的大雁塔，还原度都很高。
未来我们还会持续推出更多的地标建筑的建模，欢迎大家打卡体验。四季和天气的变化，未来也会动态呈现在地图上。春有百花，冬有雪，尽赏人间好时节。未来我们希望看看导航也能成为旅途中一种很美的享受。还想分享一个温暖的细节啊！前几天我加班回家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工程师在 L06 的车机导航里悄悄地点亮了路灯和万家的灯火。在冬天来临时，我们的工程师们用代码营造出了这份城市的烟火气，真的非常非常的浪漫。感谢我们这一群有爱的工程师们。深蓝 L06 的视图融合绝对是颠覆行业的导航体验，我有信心很快会有很多追随者来上这个方案，我们可以走着看。而承载这些有趣的温暖体验的是这块 15.6 英寸的 2.5K 超高清向日葵屏，它可以左右智轮偏转，非常方便，这是深蓝原创的设计，在 L06 上没有缺席。我们还配备了50英寸的超大 AR QD， 7.5米最佳成像距离，显示信息丰富且高清，目光所至一览无余。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L06 的座舱啊，我刚刚讲了，它首发搭载了3纳米车规级座舱芯片，安兔兔跑分1637481分，实现了行业唯一的视图融合，实景车道级导航，真的是当之无愧的座舱新贵，是不是？接下来啊，我再聊聊大家最关心也最焦虑的电车的根基3电系统。每个打算买电车的朋友或多或少都有几个担忧，怕自燃，怕跑不远，怕充电慢。在深蓝看来，这些不应该是让用户头疼的难题，而是汽车行业的必解课题。我们就是要让年轻用户不焦虑。为了解决这些痛点，我们采用了技术领先的原力电动技术平台。今天我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深蓝原力电动技术平台下的原力超级电驱和金钟罩电池。深蓝是中国第一个量产多合一电驱系统的企业，我们原力超级电驱已经陪伴了我们很长的时间了。我们金钟罩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那么在 L06 上我们有进一步的升级。首先，我们是新一代原力超级电驱，它在多个核心指标上都达到了行业尖端的水平，拥有全球同级最高效率的多合一电驱，工况的平均效率，总成的工况平均效率92.3%，对比行业同样的产品，深蓝多2%到3%的效率，意味着我们的续航里程就会多10几20公里。200千瓦的峰值功率，有着同级最高的质量体积功率密度。电机的峰值转速，我们已经来到了24200转，同样是行业的最高水平。有如此强劲的原力超级电驱搭档的是深蓝的金钟罩电池，我们做到了60万公里衰减无感知，至今65万辆深蓝的电车电池零自燃，以及86%的行业最高集成效率。金钟罩电池至今零自燃，安全感绝对拉满。提到电车安全，大家也特别关心电芯儿，深蓝在这方面绝不妥协，所以 L06 我们做到了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磷酸铁锂高安全电池，保证了绝对的安全。那强劲又安全的3电系统为深蓝 L06 提供了强大的动力，0-100加速5.9秒，我们比特斯拉 Model 32025改款后轮驱动版0-100加速6.1秒，快了那么一点点。提到动力，很多开电车的朋友还有一个抱怨，电量低的时候车就提不起劲儿。哎，这个抱怨很重要啊！比如在紧急时刻，车要提不起速，有可能会影响安全。我们深蓝要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个难题。深蓝 L06 首发搭载了 iTech 主动功率控制技术，
即使低电量，动力依然充沛。我们甚至做到了只剩5%的电量，0-100加速也能跑到5.9秒。怎么样？这道题我们答得怎么样？别人可能在没电的时候，动力性会明显的衰减。当然，大家最关心的是续航，深蓝 L06 也不会掉链子。深蓝 L06 提供了同级最强的670公里超长续航，2周只充1次电。现在年轻的朋友们啊，周末都想来一个跨城的旅行，没问题，说走就走。我们的理念很简单，用最顶的电池，给你最顶的续航，让你彻底的告别里程焦虑。我亲测开着这个车，开回我的老家宜宾，从重庆又开回重庆，中间不充电。我知道大家还有个担忧，冬季掉电快，宁愿在车里冻得瑟瑟发抖，也不愿意开空调。为此，深蓝 L06 全系标配低能耗热泵空调系统，相比传统加热系统，效率提升了1.8到2.4倍，最大节能38%，冬季续航更优更稳定，再也不用为冬季续航担心而挨冻了。不止 L06 啊，深蓝 S05、S07、L06、S07 等纯电车型都标配了热备空调。最近啊，天气正在转冷，深蓝要让我们每一位用户，让屏幕前的你实现温暖自由。为了让大家冬季续航有保障，我们这个低能耗的高效热泵空调，我们每一台车我们愿意多付出1000块钱的热泵成本，但是我们觉得让大家冬天用暖自由，这1000块钱太值得了，是不是？那深蓝 L06 支持3C 的超充，从30%充到80%，仅需15分钟就能增加335公里的续航。这意味着充电15分钟就可以从重庆跑到成都，只要你愿意，完全可以早上一碗重庆小面，中午就到成都春熙路来个钵钵鸡。那我们解决了30%到80%充电的问题，已经是行业领先水平了。这还不够吗？还真不够。我们发现，在用户长途自驾旅行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把电充满，等待电量满格的过程呢，漫长又无聊，尤其是最后20%的进度条，慢得让人揪心。深蓝的 iTech 主动脉冲充电技术，实现了从30%到80%充电只需18分钟，时间相比于我们友商的这些方案，缩短了整整的30%啊！大家可以在高速路上不用等得那么着急了，你们说酷不酷？也能让我们后面排队的用户能够早点充上电，是不是？用户反馈还有一个痛，就是冬天温度一低，电池就开始不给力，充电很难受。深蓝预计攻克了新能源汽车在极寒温度下电池性能衰减的难题。我们宽温域微核高频脉冲加热技术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发明专利的金奖，低温用电依然安心。在零下30度的低温下，深蓝 L06 充电时间实测相比于我们友商的一些产品缩短了50%以上，够安全，动力足，续航长，充电快。除此以外 ，L06 还是一个移动的能源站，它支持6000瓦对外放电，可以一车带动电烤炉、投影仪、录音灯、无人机等等等等。露营的时候，让你和朋友玩得尽兴。这就是深蓝 L06 全系宁德续航领先，给你不折不扣的高品质、高安全的3电系统。那一辆 Dream Car 除了有极致的驾控、极致的智能、极致的座舱、领先的3电，这就够了吗？我觉得不够，它还必须得长得好看。深蓝 L06 每个细节都值得细细品味，怎么拍都出片。深蓝 L06 采用了非常具有辨识度的绽放式的花瓣灯设计，灵感来自于深蓝品牌的 logo， 动感且富有张力，点亮的那一瞬间，一下子就成为了车流中的焦点，是我们第一代花瓣灯的一次绽放。深蓝 L06 拥有2900毫米的超长轴距，就2.9米的轴距，4830的车长，1905的车宽，1480的车高，车身的尺寸那是刚刚好啊。
深蓝 L06 采用了前后双行李箱的设计，一个100升的超前大的前备箱，加上一个464升的电动后备箱，旅途的无限乐趣 L06 通通装下。在门把手的处理上，我们采用了机械式半隐藏门把手的方案，它不仅降低风阻，而且在北方冬天不易冻住，颜值和实用性并重。还有科技感满满的无边框后视镜，提供清晰视野的同时，颜值那也是相当在线啊！坐进车内，你能接触到的地方几乎都是被软质材料包裹的，整车高达90%的内饰软包覆盖率，非常有品质感。驾驶位，我们为您准备了兼顾运动和舒适的铜杆包裹座椅，更强的环抱侧翼的支撑，给你满满的包裹感，让你过弯时身体被稳稳抱住，而且前排通风加热、记忆礼让，所有这些那可都是全系标配。对副驾的关爱咱也少不了，我们配备了副驾零重力座椅，坐上去一键开启躺平，实现失重般的放松，搭配14项电动调节，实现8点式按摩，8种座椅手法，随时随地那是轻松又解压啊！车内18个高频式的扬声器，通过国内首个双杜比认证实验室顶级调校的7.1.4天空声场，可以带来沉浸式的听感。我们还配备了3个区域独立控制的256色氛围灯，我们可以跟随着音乐律动，非常的带感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前面的我们的仪表台板和我们的门板上的氛围灯，大家可以设置成不同的颜色，大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还有超多座舱的生态配置，等你一一来解锁。无麦 K 歌的功能，关上车门想唱就唱，根本不需要麦克风，可以外接 Switch 一路畅玩的游戏盒子，还有支持随心自定义的深蓝妥妥贴和智能杯托香氛等贴心的生态产品，欢迎大家到深蓝商城去选购。车色方面，我们的设计师团队从自然中汲取灵感，提供了黑白灰银紫5款高级且耐用的颜色，实车都非常惊艳啊！希望大家能喜欢。我是特别喜欢这款紫色。内饰同样提供了3种主题啊，书具来紫，非常的神秘高贵，烟金雾灰显得冷静沉着，月光石白又非常的优雅。除此之外，这一次我们还带来了3款个性的车衣，请大家欣赏一个视频啊。怎么样？这3个车衣颜色帅吗？锆石红、西钻粉、祖母绿，款款经典，款款亮眼。我是超级喜欢这个祖母绿啊！不久，我们这3款车衣就会上架深蓝商城，欢迎大家前往选购。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朋友。深蓝 L06 品牌大使刘浩存，之前他也体验了我们的深蓝 L06，那我想请刘浩存来给我们总结一下怎么样？来，我们看一看。你好，深蓝，锐评一下刘浩存是什么样的小花？当然是权威的颜值小花。要美的权威，确实要花点心思，花时间打磨，让眼神有光。花勇气塑造，每一面都被看好；花时间投入，让未来的路备受瞩目。和顶格颜值的深蓝 L06 一起，年轻就去绽放。
你好，深蓝，锐评一下刘浩存是什么样的小花？必须是鬼马精灵玩出花。不管前方有多少花样，面对花样走位，花式坎坷，花式飞坡，能稳稳起飞，更能稳稳落地。和贴地飞行的深蓝 L06一起，年轻就去绽放。你好，深蓝。锐评一下刘浩存是什么样的小花？当然是特安心的小花。也送你一朵花，穿越人海，找到安全感满满的你。全系标配激光雷达，眼观六路，找准自己的定位。一段式端到端算法，丝滑应变，总能提前预判。和特安心的深蓝 L06一起，年轻就去绽放。你好，深蓝，锐评一下刘浩存是什么样的小花？它好玩有趣，总是乐开花。嘘，你也发现我有一点鬼马。要有有趣的灵魂，才能和我同频。3纳米车规级座舱芯片，花点脑力，超快算力，什么时候都拿得出手。和超快乐的深蓝 L06一起，年轻就去绽放。刚刚 L06 锐评了刘浩存，刘浩存也锐评了一下深蓝 L06。在刘浩存的心中啊 ，L06 就是顶格颜值特好看，安全可靠特安心，贴地飞行特别稳，超快算力特快乐的梦中情车。当然，除了新朋友，我还要在这儿感谢的是跟我们一路同行的老朋友。感谢京西重工、地平线、联发科技、宁德时代以及其他众多优秀的伙伴们，每一个可以说都是各自领域的天花板。感谢你们和深蓝一起携手打造出了这么一台梦想之车。接下来啊，就要进入了大家比较关心的价格发布环节了。不过在公布价格之前，让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这款长续航磁流变激光智能轿跑。它有5大特点：一、驾控之王，搭载了300万法拉利同款磁流变悬架，飞坡不跳，过弯不偏；二、智能驾驶辅助黑马，特斯拉同类端到端算法，还全系标配了激光雷达；三、座舱新贵，100万内唯一3纳米车规芯片，车机如苹果手机般丝滑。4、全系宁德，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芯和金钟罩电池，零自燃。5、续航领先，超长续航670公里，2周只充1次电。没错，正是这些在别人看来特别离谱的行业顶级的配置，才造就了这么一台非常靠谱之车。所以，因为离谱，所以靠谱。我们深蓝说到做到。最后，我们来揭晓深蓝 L06 的配置、价格和权益。大家都知道，特斯拉是行业的标杆。我们选取了特斯拉 Model 3 2025款改款后轮驱动版来进行对比，看看 L06 的含金量。简单来说啊，我就不一个一个比了。大家看，有颜色的就是我们领先的，对吧？就领先的有我们领先的，也有特斯拉领先的，但主要是我们领先的。简单来说，就是车大，我们更大，续航更长，动力更强，底盘更好，配置更高，自驾硬件更多，座舱反应更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Model 3高阶辅助驾驶的开通成本要再支付64000块钱。那下面我们来看看 L06 的配置版本了。L06 没有中配，也没有低配，入门及高配，入门就是 Ultra 版。这个配置绝对是很多同级车型的顶配了。Ultra 共分为560公里和670公里2个续航，全部搭载了宁德时代的电芯，3C 超充，200千瓦新一代原力超级电驱，0-100加速分别是5.9秒和6.2秒。
它搭载了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同级唯一标配激光雷达，全场景城区领航辅助，行业首发城市漫游功能。它搭载了3纳米车规级座舱芯片，视图融合实景导航功能。它拥有一体化大压铸 C2V 电池、车身一体化底盘、一体式热成型双门环、热泵空调系统等一系列同级领先的配置和技术。为了给我们的用户带来更好的驾驶辅助体验，它还配备了 HUD 电容感应方向盘，同时50英寸的大幅 ARHUD、15.6英寸 2.5K 超高清向日葵旋转屏，也都是在这个配置上配置了。搭载了这么多越级的配置和功能，大家觉得这个配置怎么样？我觉得还不够。在 L06 预售期间了，对于下定我们 Ultra 激光版的用户，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价值1万元的全场景城区领航辅助包，免费送特斯拉64000；价值3000块钱的256色分区呼吸氛围律动灯和电动后备箱，免费送；价值3000元的舒云紫车身色，免费送。就是我旁边这个颜色啊，看起来很漂亮，希望各位年轻的朋友能喜欢。共计16000块钱的预售权益送给大家。当然，我们在 Ultra 激光版用户上还给大家提供了选装19英寸运动轮毂和马牌轮胎的套装，以及磁流变悬架。当然，我们刚刚说了配置很顶，送的东西也很多。那下面由我为大家公布 L06 Ultra 激光版的预售的价格，它的价格是560 Ultra 激光版139900，城区领航3纳米什么都有。670 Ultra 激光版预售价149900，15万以内就可以拥有一台如此优秀的 Dream Car， 大家觉得怎么样？我们为了追求极致的运动、极致的操控的朋友，准备了特别版 Ultra 加激光版。我们的 Ultra 加激光版除了前面介绍的越级配置以外，还直接就搭载了19英寸运动花瓣轮毂和马牌轮胎，随速多档可调电动尾翼，14项副驾零重力座椅，高品质18扬声器，7.1.4天宫声场也带给大家，让大家再进阶，情绪价值再拉满。当然，我们在 L06 预售期间，对于下定这个 Ultra 加的用户，我们准备了3999块钱的磁流把悬架免费送，1万块钱的全场景城区领航辅助包免费送，3000块钱的氛围灯和后备箱电动免费送，3000块钱的我们的紫色的车身免费送。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19999块钱的预售权益，送给 Ultra 加的激光版用户。之所以叫 Ultra 加，因为这个配置真的是顶配中的顶配 ，Ultra 中的 Ultra， 我都不知道再配什么东西了，配不了了。那么 L06 Ultra 加激光版的预售价格是多少呢？151900和161900，这个价格就可以拥有极致的驾控、极致的智能、极致的座舱、极致的配置，还有宁德时代的电池和超长续航。大家觉得怎么样？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深蓝 L06 4个配置的预售价格和它的越级配置，大家觉得惊喜不惊喜？但是惊喜还在后面。预售期间下定即可享受我们的预售专属权益，限时膨胀礼999块钱抵扣3999元的购车礼，3000块钱的膨胀金送给大家。这个更好，预售期间下定的用户提车后，我们会赠送给大家一台价值3499元的大疆 Osmo Pocket 3，这是我们很多年轻朋友非常喜欢的礼物啊！我们这次送给大家。我看现场也有很多人举着这个设备的，3499元的我们的这个礼物，是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礼物。希望我们年轻的用户可以开着我们的 L06，记录和分享
精彩的生活。除此以外，在今年12月31号前锁单的用户，我们免费赠送磁六便悬架的终身质保，对吧？大家觉得这个磁六便悬架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没关系，终身质保，我们让大家开得安心，纵享驾趣。除此以外，用户还能享受到我们的至高5000块钱的置换补贴，限时5连贷、3年零息或5年超长超低息金融方案，3电系统终身质保，整车5年12万公里质保，每年1次全车的深度体检等等权益。这些权益价值多少钱呢？总共超过8万块，全部给到大家。就问大家给不给力？即刻起，下定通道正式开启，并支持锁单。预售期下定用户就高享受预售和后期的上市权益，赶紧抢吧！大家可能担心啊，年底购置税退坡，如果深蓝 L06 订单太多，影响了享受全额置换，就是购置税补贴怎么办？深蓝承诺，今年11月30号前锁单，非客户原因导致跨年交付，购置税差额由深蓝承担。这个承诺针对深蓝全系车型，也包含 L06，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下定，深蓝为您兜底。除了特别给力的权益，这一次深蓝 L06 还为大家准备了一点惊喜的彩蛋。在11月15号前，我们会从锁单用户中抽取6位幸运用户出席上市发布会，届时深蓝汽车 L06 品牌大使刘浩存将会为您亲自交车，是不是很期待？详细活动规则请关注深蓝汽车的官方的信息。这还不够，在11月1号苏超总决赛中，泰州队每进1球啊，我们就会送出一辆深蓝 L06 的3年使用权。当然，这个进球主要是常规赛和加时赛啊，不包含点球大战。即日起至上市当日的24点，所有深蓝全系用户，包括已锁单的用户，都有机会参与活动抽奖。抽奖详情请关注深蓝汽车的官方信息。相信大家和深蓝一样，非常期待泰州队的好成绩，希望泰州队进球越多越好，对不对？年轻就去绽放，深蓝 L06 正是为年轻人而生，它为这样一群年轻人而造。他们心怀远方，追寻自由，怀揣对生活的热爱，自信且乐观。他们总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无限的乐趣。他们逐光而行，向往未来科技。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希望大家都能喜欢深蓝 L06。以上就是今天的发布会全部内容，谢谢大家。